那天晚上，我站在公司门口，看着手机上的时间，8点半。他还没来。没有，我又等了30分钟。9点、9点半，雨开始下了。你没给他打电话吗？打了，关机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我第一份工作的最后一天。我答应了我的师傅，我答应他我会等他，因为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没来。更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没说过话，直到3年后。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he Cozy Chinese， 我是 James 高。我是 Amy。刚才那个故事可能有些突然，对吧？对，我们今天不按常规来，直接从故事开始，因为今天的主题真的很重要。承诺，一个简单的词，但是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你知道吗？在中国文化里，有一个字特别重要，信。没错，信这个字，左边是人，右边是言，意思就是人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。但现实生活中呢，我们都有过失信的时候，也被别人失信过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聊承诺这个话题，不只是教你们怎么说我答应你，更重要的是理解中国人对于承诺的态度。对，而且我们会通过3个真实的故事，来帮助大家真正理解这些表达。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我的第一份工作。第2个是我的故事，关于我作为失信者的经历。第3个是真相大白的故事，我保证你们会 surprised。哦，还有，我们会教大家很多实用的表达，怎么做承诺，怎么提醒别人，还有怎么道歉，万一失信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会聊到那些 common mistakes， 很多学中文的朋友都会犯的错误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到刚才的故事。那个雨夜，我为什么会站在那里等？而且等了那么久。因为那个人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他叫李师傅，是我进公司后的第一个导师。哦，所以这不是普通的约定。对，在中国的职场文化里，师傅这个关系，它不只是工作上。对对对，师傅就像半个老师，半个家人。李师傅教了我6个月，从怎么接电话，怎么写邮件，到怎么跟客户打交道，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当他说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的时候，我当然要等，而且我们是有约定的。什么约定？那天下午，他突然来找我，说：“小 Amy，今天晚上8点在公司门口等我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”你说什么了？我说：“好的，师傅，我一定等您。”然后他很认真地看着我，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哦，一言为定，这个词很正式。对，所以我也很认真地回答：“一言为定。”这就是一个承诺了。没错，在中文里，我们有很多词可以表达承诺，但它们的分量不一样。好，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，我们来教教大家这些词的区别。首先，最基础的一个词，承诺。承诺，承诺，这个词比较正式，比较严肃。对，比如你不会对朋友说：“我承诺明天请你吃饭”，这太夸张了。但是你可以说，我承诺会按时完成这个项目。或者我承诺不会辜负您的期望，这种比较重要的事情。然后还有约定，约定，约定就比较中性，可以 formal 也可以 casual。对，我们约定明天见面，
这个 OK。我们有个约定，这个也 OK。再来一个更日常的，答应。答应，答应，这个最常用。我答应你。I promise you。我答应帮你。I promise to help you。这个可以用在任何情况，对朋友、对家人、对同事都可以。然后还有保证，保证。保证这个词有一种我担保的感觉。对，我保证就是 I guarantee。比如，我保证明天不会迟到，我保证这次一定做好。但是要小心，不要随便说我保证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说了我保证，但最后没做到，别人会觉得你很不可靠。没错，保证这个词，它的分量很重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达，说话算话。哦，这个太常用了，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，字面意思就是你说的话算数。比如你答应了别人一件事，然后你真的做到了，别人会说你真是说话算话。或者你想确认别人会不会遵守承诺，你可以问：你说话算话吗？这个问法有点像在怀疑对方。对，所以要小心用，最好是用在比较熟的朋友之间。好，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帮助大家理解承诺。哦，什么比喻？你可以把承诺想象成一个无形的合同。无形的合同 ，invisible contract。对，当你答应了别人一件事，就像你跟对方签了一个合同。虽然没有纸，没有签名，但它是存在的。没错，而这个合同是用信任写成的。哇，这个比喻好。所以如果你违背了承诺，就等于撕毁了这个合同。然后你的信用就受损了，在中文里，我们说失去信用。或者失信，就是 lost trust。一旦失信，要重新建立信任，就很难很难了。所以回到你的故事，你在雨里等了多久？ 2个小时，从晚上8点到10点。天哪！当时我真的很生气，但同时也很担心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后来呢？后来我回家了，第二天我就离开那家公司了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最后一天。你有试着联系他吗？有，但他一直没回复，所以我以为他是故意不来的。你以为他失信了？对，我觉得也许我对他来说不重要吧，也许那个一言为定只是随口说说。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。但是3年后我才知道真相。Wait，我们先不说真相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想先讲讲我自己的故事。哦，你的失信故事。对，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，有时候失信不一定是故意的。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我的故事是这样的。几年前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叫小王。小王。对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关系特别好。嗯，有一天，小王跟我说，他要结婚了。哇，恭喜啊！对，然后他问我，James，你能当我的伴郎吗？伴郎 ，best man。对，我当时特别开心，马上就答应了。我说，当然可以，我一定去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告诉我婚礼的日期，10月5号。我说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去。我们还一起计划了很多，比如 bachelor party 啊，婚礼上要说什么。听起来你很重视这件事。对，我真的很重视，但是
发生什么了？就在婚礼前1个星期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什么电话？我妈妈她住院了，哦，天哪！情况还挺严重的，医生说需要做手术。那手术是什么时候10月5号。跟婚礼同一天。对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你跟小王说了吗？说了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小王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妈妈要做手术，我可能去不了你的婚礼了。他怎么说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没关系，你照顾好阿姨。听起来他很理解。对，他说他理解，但我能听出来他的声音里有失望。当然会失望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对，而且我答应了他，我说了我一定去，但最后我没去。但这不是你的错。我知道，理智上我知道，但情感上，我还是觉得我失信了。所以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有，但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。我懂，有时候即使对方说我理解，关系还是会发生变化。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。因为失信的原因，不总是不在乎或忘记。没错，有时候生活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你不得不失信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？好问题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沟通，对，要尽快告诉对方，解释原因。而且要真诚的道歉，不要找借口，要承认你没有做到。我们来教教大家怎么用中文表达这些。好，首先，如果你要道歉，最基本的说法是对不起，我失信了。对不起，我失信了。对不起，我失信了。失信就是 break your promise, lose trust。或者你可以说，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做到。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做到。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做到。这个更 specific。没有做到就是 didn't accomplish it。然后你要解释原因，但不要听起来像在找借口。对，比如你可以说，因为突发情况，我无法赴约。因为突发情况，我无法赴约。因为突发情况，我无法赴约。赴约就是 keep an appointment。这个词比较正式，但很有用。然后呢，道歉之后，你还要表示你会补偿。对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会补偿你的。我会补偿你的。或者，我会找机会弥补的。我会找机会弥补的。我会找机会弥补的。弥补和补偿都是 make up for it， 但弥补更侧重于修复关系。没错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，请原谅我。请原谅我，请原谅我。Please forgive me。这个很真诚。对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对方原谅你，一定要说请原谅我。好，现在我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，问什么？你们有过失信的经历吗？或者被别人失信过？哦，这是个好问题。而且我特别想知道，当时你们是怎么处理的？对，是道歉了，还是选择不联系了？或者你们原谅对方了吗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对，我们真的很想听。而且，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承诺的问题，也可以问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现在，我想教大家一些实用的对话。对，因为学语言不只是学单词，更要学怎么用。没错，我们准备了3个情境。第一个是做出承诺。好，我们来演一下。假设我们是朋友，
然后我想邀请你去看电影。 OK， 来吧。 James， 这个周末有一部新电影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好啊，什么时候？星期六下午3点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说好了，星期六下午3点，在电影院门口见。说好了。你不会放我鸽子吧？当然不会，我说话算话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 OK， 停一下，大家注意到了吗？这个对话里用了很多表达。对，首先是我答应你，这是最直接的。然后是说好了，这个表示双方达成了协议。放鸽子，呵呵，这个很口语，意思是 stand someone up。对，放鸽子就是说好了要见面，但最后没去。然后是说话算话，表示你会遵守承诺。最后是一言为定，这个最正式，表示这是一个 serious commitment。好，第二个情境，提醒对方。假设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我要提醒你明天的约定。 OK， James， 明天下午3点，别忘了我们要去看电影哦。记得，我怎么会忘呢？你确定吗？你最近工作很忙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日历上标注了。那就好，你可别让我白等啊。不会的，我保证准时到。好，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好，这个对话里有几个 key phrases，对，别忘了哦，这是最温和的提醒方式。你确定吗？这个是在 double check。然后，放心吧，这是在安慰对方，告诉对方 Don't worry。你可别让我白等。这个有一点点警告的意思。对，白等就是 wait for nothing， 等了，但对方没来。最后是我保证准时到，这是在强调你会做到。好，第三个情境，道歉失信，这个可能最难，因为要有情感。对，假设你临时有事不能去看电影了。这个不好说啊。我知道，但这是最现实的情况。好吧，我试试。喂 ，Amy。 James， 我已经在电影院门口了，你在哪儿？ Amy， 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去不了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妈妈突然不舒服，我要送她去医院。哦，那没关系，你去照顾阿姨吧。真的很抱歉，我知道你已经在那里等了。没事，阿姨的身体更重要。我会补偿你的，下次我请你好吗？好，你别担心，先照顾好阿姨。谢谢你理解，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的。这种对话真的很 uncomfortable。对，即使是演的，我都能感觉到那种压力。但这就是现实，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失信。那在这个对话里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是马上说明原因，对，不要让对方胡思乱想，然后真诚的道歉，不要找借口。而且要表示你会补偿。我会补偿你的。对，还有要感谢对方的理解，谢谢你理解。好，我们快速 recap 一下刚才学的表达。做出承诺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我答应你，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提醒对方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别忘了哦，你可别让我白等。道歉失信的时候，你要说真的很对不起，我会补偿你的，谢谢你理解。 Perfect。 好，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继续讲故事了。哦，对，你的故事，3年后发生了什么3年后，我在一个咖啡厅遇到了李师傅。偶然遇到的？对，完全是巧合。我当时在排队买咖啡，然后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是他？对，我转过头，看到他站在那里，头发白了很多。然后呢？我本来想，
假装没看见。因为还在生气。但他走过来了。他说：“小 Amy，好久不见。”你怎么回应的？我说：“是啊，好久不见。”很冷淡。他注意到了吗？当然注意到了。他说：“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”直接问了。对。我当时想说没有，但话到嘴边，我说了实话。是的，我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你没来。然后他的眼睛红了。他哭了。差不多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那天晚上我爸爸去世了。”什么？对，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说什么。天哪！他说，那天下午他本来准备了一个礼物要给我，是一本笔记本，里面写满了他的工作经验和建议。但就在下午5点的时候，他接到电话，说他爸爸突然心脏病发作。所以他马上赶去医院了。对，但他爸爸在去医院的路上就走了。所以那天晚上，他在医院处理后事。他有想过给你打电话吗？他说他的手机在混乱中摔坏了，而且那时候他根本没心思想这些。当然，失去父亲，那是……对。我听完之后，觉得自己特别渺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生了他3年的气，但其实他比我更痛苦。你怎么说？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我知道……”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也对不起你。我答应了你，但我没做到。那个笔记本我一直保存着，一直想找机会给你。”哇！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笔记本。3年了，他一直带着。天哪，这太……对，我接过笔记本，眼泪就掉下来。我能理解。你知道吗？那一刻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承诺。什么意思？承诺不只是说到做到那么简单，那是什么？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也记得你答应过的事，也想要完成它。即使过了3年，对，李师傅虽然那天晚上没来，但他一直记得。他一直想要兑现那个承诺。没错，这让我想到，有时候我们太快 judge 别人了。对，我们看到表面，就以为知道了全部。但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。所以，你们和好了？和好了。不止和好，我们现在还经常见面。真好。而且那个笔记本，我到现在还在用，里面的建议帮了我很多。那个承诺，最终还是实现了。对，只是晚了3年。但它没有消失。没有，好的承诺就像种子，迟早会发芽。哇，这个比喻我刚想到的。但很贴切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多启发。对，首先不要太快 judge 别人。第二，真正的承诺是放在心里的。第三，原谅是一种力量。对，如果你当时没有原谅他，我会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失去那本珍贵的笔记本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教一些更 advanced 的对话，比如在职场上。哦，对，因为在职场，承诺更加重要。而且语言要更正式一点。对，我们来演一个场景。假设你是我的下属，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任务。 OK， James， 这个报告我需要你在周5之前完成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报告很重要，客户周5下午要看，
你确定了按时完成吗？我确定，我会全力以赴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随时跟我说。好的，我保证按时交给您。我相信你。谢谢您的信任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OK， 停。这个对话里有几个很 professional 的表达。对，全力以赴这个词很正式，意思是 do your best。按时就是 on time， 这个词在职场上经常用。然后我不会让您失望，这是一个很强的承诺。对，让人失望就是 disappoint someone， 所以不会让您失望就是 won't disappoint you。这个表达在职场上特别有用。好，现在假设你没能按时完成，你要怎么跟我说？哦，这个难。对，这需要技巧，既要道歉，又要保持专业。好，我试试。Amy，关于那个报告，怎么啦？我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。什么？但我们说好周五的。我知道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是这样的，我在做报告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数据问题。数据问题？对，如果现在就提交，报告的准确性会受影响。所以我想，你想多花点时间核实数据？对，我需要到周一，这样可以保证报告的质量。但客户周五要看。我知道这给您添麻烦了，我可以先提交一个初稿，然后周一给最终版本。这样也可以。真的很抱歉，我会加班完成的。好吧，那你周五给我初稿。好的，谢谢您的理解。OK， 这个对话处理得很好。谢谢。首先，你没有直接说我做不到，而是说我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。对，这样听起来比较 professional。然后你解释了原因，而且是一个 valid 的原因。数据问题，这个理由很客观。对，不是因为你偷懒，而是为了保证质量。然后我还提出了解决方案，先提交初稿。没错，这个很重要，不要只是道歉，要提出 solution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来讲讲一些 common mistakes。哦对，很多学中文的朋友在用这些词的时候会犯错。对，第一个错误是混淆承诺和答应，这两个词确实很像。但承诺更正式、更严肃，你不能随便用。对，比如你不能说我承诺明天请你吃饭，对，这太夸张了。应该说我答应明天请你吃饭。或者明天我请你吃饭，更简单。对，承诺只用在重要的事情上，比如我承诺会好好照顾你，我承诺不会背叛公司。没错。第二个错误是滥用保证，哦，这个我见过很多次。对吧？很多人喜欢说我保证，但其实不应该随便说。因为保证的分量很重。对，如果你说我保证，但最后没做到，别人会觉得你很不靠谱。对对对，所以除非你真的有把握，否则不要说我保证。可以说我会尽力，或者我尽量。对，我尽量就是 I'll try my best， 这个比较 safe。没错。第三个错误是在失信的时候不说明原因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在中国文化里，如果你不能遵守承诺，你一定要解释为什么。不能只说对不起，我去不了，然后就挂电话。对，你要说对不起，我去不了，因为什么什么，要给一个 reason。没错，不然对方会觉得你是故意不去的。对，会觉得你不重视这个约定。好，我想现在我们应该休息一下了吧？不是休息，是要做个小小的 CTA。哦，对，差点忘了。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
请一定要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对，而且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学什么主题。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建议来制作新的 episode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现在我想聊聊中国文化里关于性的概念。哦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对，在中国有一个字特别重要，那就是性。性这个字，左边是人，右边是言。对，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人说的话。但不只是说话，而是可信的话。没错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性是做人的根本。对，有一句话叫“人无信不立”。人无信不立，人无信不立，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，就无法立足。无法在社会上立足，无法让别人信任你。对，而且在古代，信是五常之一。五常就是5个最重要的品德。对，仁义礼智信。仁是仁爱，义是正义，礼是礼节，智是智慧，信是诚信。没错，你看，信跟仁义礼智并列，可见它有多重要。对，而且在中国做生意，信更是核心。哦，对，有一句老话，生意不成，仁义在。生意不成，仁义在。生意不成，仁义在。意思是，即使生意没谈成，也要保持仁义，也就是要讲信用。对，因为今天生意没成，不代表以后不合作。没错，但如果你失信了，以后就没人愿意跟你合作了。对对对。还有一个词，一诺千金。哦，这个成语我喜欢。一诺千金，一诺千金，字面意思是一个承诺值千金。就是说，承诺非常珍贵，非常有分量。对，一旦你许下诺言，就要像对待千金一样珍惜它。还有一个类似的，言而有信。言而有信，言而有信，说话有信用。如果别人说你言而有信，那是很高的评价。对，说明你是一个靠谱的人。还有一个很长的成语 ，curious。哪一个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哦，这个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意思是，君子说出的话，即使4匹马拉的车也追不回来。对，就是说，一旦说出口就不能反悔。说出的话，像射出的箭，收不回来了。没错，所以中国人常说，说话要谨慎。对，不要随便承诺，因为承诺了就要做到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承诺这件事上有一点不同。哦，什么不同？在西方，承诺更像是一个 contract， 很理性，很明确。但在中国，承诺更多是 about relationship。 对，你看，刚才我们说的信，它不只是守约那么简单。对，它还包括信任、情分。没错，所以当你失信的时候，你伤害的不只是一个 agreement， 你伤害的是 relationship。哦，所以中国人会特别在意面子。对，面子，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。如果你让别人失望，你就丢了面子。对，而丢了面子，就很难在那个圈子里混。说得对。所以你看，中国人做承诺的时候会特别慎重。对，不会轻易答应，但一旦答应了，就会尽力做到。没错。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来做个总结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了很多，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。首先，我们学了表达承诺的几个词。对，承诺、约定、答应、
保证、说话算话。承诺最正式，答应最常用，保证分量很重。对，然后我们学了怎么做出承诺，我答应你，一言为定，说好了，放心吧。怎么提醒别人。别忘了哦，你说话算话吗？怎么道歉？对不起，我失信了，我会补偿你的，请原谅我。对，我们还讲了一些常见错误。不要混淆承诺和答应，不要滥用保证。失信时要解释原因。没错，我们还聊了中国文化里的信。人无信不立，一诺千金，言而有信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对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分享了3个真实的故事。对，你和李师傅的故事，我和小王的故事，还有3年后的重逢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承诺不只是说到做到，对，它还包括理解、原谅和信任。有时候，生活会让我们无法遵守承诺。但重要的是，我们怎么处理这种情况？是道歉、解释，还是逃避？对，而真正的承诺是放在心里的。即使过了3年，它还在那里。就像李师傅的笔记本。对，那个笔记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还要推荐一下下一期的主题。哦，对，下一期我们要聊什么？下一期我们要聊拒绝。拒绝。对，怎么用中文礼貌地拒绝别人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哦，确实，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说不，对，尤其在中国文化里，直接说不有时候会很rude。所以我们要教大家怎么委婉的拒绝。没错，敬请期待下一期。好，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对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 subscribe， 请点赞，请分享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也会回复大家。对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记得说话要算话哦。对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拜拜。拜拜。